台湾人要懂大国政治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只看大陆。这个习近平手很软，我握完手就很高兴了，像云朵一样。对，那万一川普手也像云朵，你怎么办？今天台湾是一个筹码，现在川普看懂了，其实很多人都看懂了，台湾非常值钱。问题是什么？台湾人没看懂，有些台湾人没看懂台湾对美国有多值钱。大家现在设想一下，台湾如果没有挡住的话会怎么样？第一岛链，中共出第一岛链，中共不但出第一岛链，中共说明称霸亚洲。中共称霸亚洲之后，各国会倒过去，美国必须离开亚洲。当美国离开亚洲的时候，美元可能崩溃。美元崩溃之后会怎么样？他的债务就要全部重来，爆掉了嘛？爆掉了，美国就爆掉了嘛，对不对？对川普来说，我现在必须停战，所以停战不是说担心通膨啦，但不是担心石油，我当然担心石油，担心通膨，担心我期中选举，但那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万一在这个时候中共搞台湾，我怎么办？他真的有这个问题吗？真的有这样的危险吗？有没有危险是一回事，但大国计算一定要计算到。大国如果计算不到，万一他去偷袭我怎么办？对。美国跟以色列一直都被认为是血盟的兄弟，过去美国对以色列几乎都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但这一次伊朗要签订停战风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美国的态度不一样了。川普对纳坦雅胡明显的非常的不以为然，非常的不耐烦，用非常强烈的字眼去谴责纳坦雅胡。而负责谈判的美国副总统凡斯更在国际场合里面直接的指责以色列，就代表什么？美国受不了了，美国不要再陷入这个风暴里面，他要抽身。但问题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非离开不可？只是因为他国内的通膨吗？只是因为他国内选举的压力呢？还是说这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际战略？而美国深陷在整个中东，甚别深陷在荷姆斯海峡的时候，会影响到他全球的布局，甚至影响到台湾，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在影响台湾安全的状况下，我们看到美国非要抽身不可。但问题是，美国抽得了身吗？美国现在这个时刻，他想抽身，伊朗、以色列可以让他离开吗？所以要谈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特别邀请了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明老师，我们刚刚讲是从现在一些迹象来看的话，川普想要抽身的意愿非常非常的强烈。等于说，他很少说我这么强烈去指责以色列，然后甚至我用非常强烈的字眼去骂纳坦雅胡，代表我想走了。可是这个走了，只是因为他内部通膨的压力吗？只是因为他其中选举吗？你说这样子太小看川普了，太小看美国了。美国其实都是在下全球的一盘棋，而这一盘棋现在真的因为中东，因为我们看到荷姆斯海峡产生了变化吗？那产生了它有一点左支右绌吗？这已经影响到我们台湾吗？那这样子的关系，让川普现在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从中东撤兵不可。你记不记得，就是川普不止一次这样骂人，对不对？你记得川普上一次骂一个人说是什么时候？骂谁？泽连斯基啊，对不对？那大家说，你看这家伙这个不讲道义，泽连斯基明明是被打的，他骂泽连斯基说你这么自找麻烦什么等等，然后他急着要从这个俄乌战争抽身出来。对，现在看起来还有急着从这个中东战争抽身出来，所以大家说他有商人性格，他要交易，然后他会出卖人家，太小看美国了，太小看美国了。我常讲，我说我们台湾人呢，不能就是只从台湾看世界。台湾人从台湾看世界天经地义，但你不能只从台湾看世界，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大国是怎么下棋的，大国是怎么去看这个全球的这个战略，然后怎么去布局，然后我们会处于什么位置。大国把我们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乐不乐意？然后我们要不要改变这个情况？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过吗？大国跟小国同盟或者合作的时候呢，大国这个小国呢怕大国出卖他，大国怕小国拖他下水。那现在好像就这样，不过那个倒不一定是有意的了哈。我们等一下慢慢讲下去比较清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来这边，我第一次来你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谈伊朗。
哎呀，那时候我做了几个观察，我觉得好像还站得住脚。我现在重复一下啊，来证明我是对的。第一呢，我说伊朗是波斯人，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文明的骄傲，然后它有他们这个怎么说呢，甚至有宗教的骄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是什叶派的大国，然后它又属于什叶派里面比较激进的一个宗派啊，这个我们这个都没有改变。第三呢，因为这原因呢，他们伊朗呢，现在的伊朗呢，想要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他的对手呢，过去是埃及，然后现在是沙烏地什么等等。然后他又想争夺，不但想争夺伊斯兰世界霸权，他想争夺区域霸权，也就是中东地区呢，我是最大，我是老大。那因为它盛产石油，他又想说借着石油呢，又争夺石油这个产油国或产油组织的这个领导权，所以这些呢加起来就造就了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很特别的民族。那么在这情况下，我不是讲说你看国际秩序吗？你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吗？他恰好是认为现在的国际秩序对他是不利的。伊朗觉得不利，伊朗觉得不利，所以他要挑战他。像我们觉得说，美国安排这套秩序，我们还可以活得下去，然后活得还不错。因为我们愿意遵守大国的秩序，但伊朗不愿意遵守大国秩序。或者这样讲，现在的大国只有一个，美国是美国。过去美苏对抗的时候呢，由美国安排一套秩序，由苏联挑战一套秩序，看你要跟哪一套。那现在是美国安排一套秩序，然后呢，俄罗斯、中共这些家伙呢在挑战它，伊朗决定参加挑战这边。这样讲比较清楚。所以换句话说，每个国家大战略，我一直讲，每个国家大战略呢，都是我观察了国际局势之后，然后看清楚了有哪些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争斗，然后他们争斗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我赞成哪一边。翻成我们的术语叫做你喜不喜欢现存的国际秩序或价值观。好，那伊朗刚好是不喜欢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去挑战。所以挑战西方文明，挑战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国家，然后以色列呢，一方面是区域里面我的敌手，二方面呢宗教又是敌手，三方面历史上我们是敌手，所以把以色列当作地区敌人来说呢，可以有效的团结内部，然后动员内部，所以这整个这个伊朗的战略呢是这样出来的，所以简单说就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甚至挑战现存价值观。好，那这第一个部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判定敌人跟朋友。敌人就是美国啦、以色列啦、欧洲国家，朋友是谁呢？挑战这套秩序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啦、中共啦、北韩啦或委内瑞拉等等。好，这些国家。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怎么做呢？第一，跟他们友善；第二呢，跟他们这个买武器啦、军事合作啦什么的，同时呢平行行动。你在这边这样做，我在这边这样做，然后目标是相同的。可能呢，你中共在这边是对付台湾，对，俄罗斯在这边对付乌克兰，我这边是对付以色列，但我们的目标相同。为什么？分进合击。我们挑战国际秩序，目标是相同的，但我们做法因为我们敌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样讲，大家看到这个局势比较明朗了。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伊朗怎么做呢？过去我也跟这个伊拉克打过仗啊，打过8年，美国还帮伊拉克打我，因为1979年革命，然后我把美国搞成这样子，然后跟美国断交，说美国恨我，所以呢，我在对付美国的时候，我要对付以色列的。那这样子呢，我原来的武器呢都是跟美国买的，对，买了几10年。都是巴勒维那家伙买的，他们现在连 F14都还有。对，所以现在这个只好不行了，就我要开始买俄国的武器。等到这10年20年，中共武器慢慢起来，我开始买中共武器。所以伊朗现在军备是这样来的。但是他们有2点厉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他认为核子武器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核子武器。第二就是呢，大家看了俄乌战争，他发现无人机很重要，所以发展了这见证者 Shahid 这个无人机。结果在美国不知不觉情况下，他造了几千架甚至上万架飞机，对，那你拿来没办法。好，他就准备好了。好了，那这个光是我这样打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我要帮地区制造一些困难，所以这个以色列里面有哈马斯，那我帮哈马斯；黎巴嫩里面有真主党，所以我帮真主党。
然后这也门里面有这胡提组织，我帮胡提组织，然后伊拉克跟叙利亚里面都有这个什叶派民兵，所以我帮什叶派民兵。所以基本上呢，伊朗在地区呢去搞这5个地方啊，真主党啦、哈马斯啦，然后胡提啦，什么什叶派什么民兵，所以它变成什么呢？区域乱源，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棋就是要这样，不是说只看一件事情，我们是要看它整个背后动机。看完东西之后，看说那你怎么落实这个东西？现在这样看比较清楚了。好，那既然伊朗是这样做的话，那美国要干什么呢？美国就要把它拔掉嘛，把它拔掉嘛，很简单嘛。那如果中东要安定，石油的运输要稳定，那就必须把伊朗拔掉。好，那我怎么拔掉伊朗呢？我先看以色列怎么干。所以以色列就想啊，我要对付这对付那。那刚好3年前，这个伊朗在背后支持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对，把以色列打了半死。以色列呢，当然很生气，但也正中下怀。我要打你还师出无名，现在你来打我，我当然可以打你。这不只是纳坦雅胡啊，任何一个以色列首相总理都会还手的，毫无疑问的。以色列总统我多说2句啊，以色列这些总统呢，或者说这个总理呢，很多都巨人出身的，纳坦雅胡原来就是巨人出身的嘛。然后这个市井传说，有一次前后几任总理呢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吃了饭喝咖啡之后，大家说：“你看，人家都说我们是屠夫，你是屠夫，你也是屠夫，你也是屠夫，我们都屠夫。”大家指着纳坦雅胡说：“你是屠夫中的屠夫。”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这个百战出身的。然后不管是过去什么下龙啊，什么都是这样的啊，什么独眼龙啊，这还这样讲再准确点。我们先讲说，建国的这批人叫国父啊，对不对？好，我们就叫孙中山叫国父。那美国叫 Founding Fathers，就是我们有一批国父，以色列一批国父，以色列一批国父很多是恐怖分子。是，为什么叫恐怖分子呢？他们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会滥杀无辜，会杀到平民。所以这个人没办法，的确是如此。好，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呢？如果说伊朗它的这个整个布局是这样子的，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跟以色列这样对干，那么美国把伊朗拔掉。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关系又很好，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所以美国的战略就是我依赖以色列，然后对抗地区这些问题，然后必要的时候我再来出手，这是整个大的棋局。这就为什么所以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是，也是盟友，也是盟友。所以2月28号，去年6月，美国不就出手去炸了什么纳坦兹啊，炸了什么伊斯法罕啊，炸了几个地方嘛？那时候回来吹牛说都炸完了呢。现在发现还没有炸完，但是牛已经吹了，然后头已经洗下去了。好，那现在发现有机会，以色列跟他讲说，哎，我们有个情报说那天2月28号那天他们聚在一起开会，那情报很准确，你只要丢多少个炸弹，把你们全部炸平，人炸死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领导人全没了，全没了。那的确做到了，但是后面效果没有发生，我们等会再解释。所以我在说的就是，那我回到我这个最早的话题。我那时候话题就是说，他们当时看见伊朗是这个态势，所以我美国要拔掉伊朗，然后以色列呢也要把伊朗的，不要说除掉，至少打到呢你没有还手之力。第一，你不能有核武；第二，你不能有长程飞弹跟无人机能力。那其他的都好办，最好就是连神权政府都打掉。所以这是以色列的目标。那么以色列把那目标跟美国讲完，美国说研判以后说，哎，可行，所以我们来做。那么这就是美以合作的由来。所以我们回到上次讲，我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呢，上层目标就是我把伊朗核能力拿掉，然后把伊朗神权政府打掉，然后呢把这个伊朗支持这个中东的这几个什么游击队啊什么这个支持能力全部拿掉，那这样中东就安定很多，这是它的上层目标。那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中层目标什么呢？你不能有核能力，然后这个神权政府让你留到，然后这无人机呢这边这个大概最好也不要有，然后再来什么呢？你不能支持这个地方的这些游击队什么的，这中层目标。那如果中层目标达不到呢，那就下层目标。下层目标就是打到你暂时没有力气再打了，那就行了。那我那时候就讲，我说，川普当然不希望下层目标，
川普当然希望上层目标，但我猜那是我猜2月，就是我3月出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如果上层目标做不到，川普可以接受中层目标，但是他不一定愿意接受下层目标。现在看起来他怀疑中层目标可能做不到，所以可能被迫暂时接受下层目标，这是现在的情况。那这样讲就比方说，我认为中东地区呢，情况还是不稳定的，也就将来还是不稳定。对川普来说，我现在必须停战，所以停战不是说担心通膨啦，但不是担心石油。我当然担心石油，担心通膨，担心我期中选举，但那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万一在这个时候中共搞台湾，我怎么办？他真的有这个问题吗？真的有这样的危险吗？有没有危险是一回事，但大国计算一定要计算到。大国如果计算不到，万一他去偷袭我怎么办？对不对？关羽不是这样丢掉荆州的吗？大意失荆州，大意失荆州嘛。你以为一路攻下去，然后把这个什么秦于禁啊，这个斩庞德，你就很厉害了。就后面就家里被人家端掉了。对，所以这个计算是一定要有的，忧虑一定要有的。我们再多讲一句话。那时候刘备跑去打东吴，陆逊迎战，一路退了30-40天，就退到夷陵。为什么？我安排战场啊，好，然后之后啪一下把一股火呢，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打败了。东吴诸将呢，哇，军心大悦，说我们乘胜追击，然后去灭蜀。陆逊说别开玩笑了，咱们这条这里，哇，众将都愤愤不平，为什么不打？现在是最好时间。你没看到曹丕下来了？曹丕军队已经下来，你们没看见吗？螳螂捕蝉，对嘛？我们现在打的时候，曹丕就打老曹了，我们就完了。所以他这一手，曹丕开始，这家伙厉害。对，陆逊才30郎当岁，白面书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就登坛拜大将，大家都吓死了。换句话说，你若看不懂全盘棋局的话，你就容易出问题。所以看川普呢，不能只看通膨，不能只看石油，不能只看其中选举。他当然看这些东西，但绝对不止于此。所以你是说，现在核武台加这个风暴，真的已经让他在全球维持全球秩序里面左支右绌了，特别是在台海的这一块，因为他一再强调，他的武器是大量消耗。当你武器大量消耗的时候，他要来护卫台，当然不是说他现在没有护卫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能力，但是这个东西只要有一点的疑虑，对他来讲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他看见消耗战。还有一点就是。他发现有大炮打蚊子，美国这些武器都非常昂贵的。你知道战斧飞弹呢？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打了49枚战斧飞弹，我打了59枚战斧飞弹。你知道战斧飞弹一枚多少钱吗？你知道吗？几百万美金吧。100万美金，那是过去的价钱。现在通货膨胀可能都123。对，一枚飞弹就100多万美金，台币多少钱？就3000多万。3000多万，将近4000万一枚。我昨天晚上打了49枚。你说20亿就这样打掉了，对，你觉得哪一个国家经得起这样打法？所以后来为什么现在变成说便宜的军火变得非常好，变得非常重要？就这样，美国自己也发展，现在开始发展便宜军火，然后刚刚讲说战斧飞弹说一枚100万，现在好像这个欧洲发明便宜的战斧飞弹，射程没那么远，战斧是2500。欧洲发展这个号称叫做便宜叫做什么平民版战斧，射程800公里，但是造价大概10万美元不到，10分之一，可能再低一点点，那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台湾也用便宜的价钱，或者说中共也用便宜的武器打的话，那大家吃不消的。所以你觉得消耗战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你说，原来川普这个动作不只是他国内问题，对，原来跟我们台湾也有关系。他全球一盘棋啊。全球盘棋，当然他看他也怕说，那么北韩竞争万一发疯打南韩怎么办？对，他要担心这些事情。你作为国际警察来说，你要维持国际秩序，因为为什么维持国际秩序呢？大家说川普说你去死算了，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如果川普说你去死大家就是说，那你也不管我不管，那大家就乱来了，那天下就大乱。那我们就真的看到第3次世界大战，这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失控不是国内，是国际一盘棋的失控。是的。那这个一盘棋的失控里面，伊朗跟以色列的
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伊朗这个国家，你刚才讲，它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神权组织。你之前曾经提过，它有悠久的历史，那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文明，然后它在这个宗教上面有非常强的一个信仰。你就看到它在这一次谈判的过程里面，它完全不把美国当一回事，而且它有一种漫天喊价、就地还钱，甚至我到最后一秒钟我还都可以翻桌子。这种谈判跟我们过去在国际谈判的想象跟不太一样。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伊朗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收吗？现在这个局面在伊朗部分不知道怎么收拾嘞？我觉得伊朗现在会出尔反尔啊，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内讧。内讧，两边你看他讲话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我看不像，因为我们过去对伊朗的有过段观察，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法轮功学员呢，在那时候为了解救大陆这个法轮功的这些同修们呢，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破网软件，一个叫做自由门，一个叫无界，过去还有什么花园啊什么等等，反正有5个。后来被中共慢慢破解之后，剩下2个，一个叫自由门，一个叫无界，这2个非常厉害，所以运行了很多年，然后帮助大陆里面法轮功同修帮了很大的忙。结果现在是2026，大概2021、22那几年呢，我忘了准确年份，我回去给查一下。伊朗选举，然后这个大学生都出来啊，去游行啊、示威，然后鼓浪游行啊，大家投了，然后最后呢，翻盘，失败了。他们投给温和派的改革派的票呢，全部不见了，然后全部变成保守派当选，所以大学生非常失望，他们就说他们做票。那最后怎么把这事情传出来呢？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伊朗大学生在网上乱转，碰到自由门，他用了，这玩意儿蛮好用的，然后就到处传，就伊朗学生哇就传自由门，就用自由门把当时伊朗这个选举舞弊的事全部往外传到全世界都看到，所以后来逼到自由门出来讲，他说不好意思啊，伊朗朋友们啊，我们知道你们的感受呢，但是呢，这个自由门是我们发展给中国人用的。伊朗学生说，凭什么你们中国人才能用，我们伊朗人不能用？最后自由门没办法，他紧急调了别的力量来支援他，才勉强撑过去。他好像每天呢就被人家用几百万次、上千万次，还受不了。所以也就我们晓得，伊朗内部呢，想变天的力量是存在的。这为什么我们上讲说，变天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对，这也是川普期待的。对，这也是原来纳坦雅胡跟这个摩萨德呢他们的计算，然后他们去说服川普，然后川普也认为是如此，所以这样去做。好，那现在回到伊朗，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没有成功，但伊朗呢，你说他上次来谈判，我们不是说还上中下3策吗？他上策就是停火，然后我存活下来，我保持政权，我还可以保持核武力，我还可以保持我的军力，我这个我都要，这是我的上策。但你算晓得不太可能，你海军被打掉了，空军被打掉，然后人家一天到晚可以轰炸你。你现在固然得到了中共跟俄罗斯这些卫星什么的支持，你打得比较准，然后呢，你也给美国造成一定的杀伤，然后消耗了美国武力。但是如果美国真的不顾一切认真要打你的话，你晓得你是打不过的。所以伊朗里面呢，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政权，面对外界比较强势压力的时候，内部通常会分裂。内部不是团结，分裂。为什么分裂呢？分成2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几乎是这样。宋人面对金兵南下的时候，也是一派主战，一派主和，对不对？好，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伊朗也是一派主战，一派主和。谁主战呢？大家革命卫队。他不但主战，为什么主战呢？因为我看到商业利益在这里，一旦就投降什么等等或者组合的话，那我这边可能要失权，我失掉权的话，我商业利益全都没了。所以我也要商业利益，然后我要保住权利。我保住的就是我革命卫队在伊朗内部的控制权。但温和派不是啊，温和派觉得说，如果现在不去跟美国谈和，不去跟西方谈和，那我们就全部完蛋了，所以我们去谈和。温和派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把革命卫队的力量削弱一点，或甚至整个推下去。所以双方也借这件事情进行内部斗争。重点在内部斗争。重点在内部斗争。台湾不是也是一样，对不对？
所以就是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通常内部会分裂的哈。那所以伊朗的这个中程目标呢，就是我这个放弃核子武力，或暂时放弃核子武力，然后这个我暂时不支持这些旁边这些游击队，但是呢，我保持政权，然后我最好能保持我的这个核能力或保持什么东西，看能谈多少算多少。所以我派了谈判代表去，然后我翻桌子看看美国怎么反应。你很强硬，好，我再来。你如果不强硬的话，那我就吃屎捏软的。泽伦斯基玩过啊，对不对？我觉得过去大家就说，我们过去政治是吧，是理性的、优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谈判，就是没有。我觉得现在这盘棋是狡诈、欺骗、威吓、各种的这种手段都来了。哪一次不是呢？都是对不对？哪一次？这我们看来都是这样。所以川普当然希望早点停战，然后恢复供油，然后降低物价，我好来选举。除了这之外，他要注意俄乌战争怎么样啦，台海情势怎么样，南北海岸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武器库到底够不够用？因为我一直吹牛说我可以打2场半战争，那现在万一真的哪边再打一场什么战争，或者说乌克兰那边再惨一点，我要再帮忙的话，我帮不帮得动？我当然希望欧洲去帮忙，但是欧洲看来指望不上的了。欧洲的这个制造武器能力、工业能力现在很弱，现在只能靠美国，美国也比较弱了。所以我不是讲了吗？所以我去找台湾、南韩跟日本合作嘛，因为他们工业能力比较强嘛。那现在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对他来说呢，他必须平衡这东西。那你在开头问题说，美国能不能抽身啊？要这样说，能不能抽身呢？第一呢，要看我的排序，就是哪一件事情比较急，哪件事情比较不那么急。第二就是，我看代价。我抽身了之后呢？会不会被骂得很惨？骂到最后我其中选举会大败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川普是很爱面子的，我不喜欢人家骂我哪怕人家给我一个不好的脸色看或者说他求我照相，我都想照相之类的那种。那么也就是大国的这些计算跟川普这些计算呢，他们不太一样。那么伊朗呢就要拿捏这个分寸，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再怎么拿捏分寸呢，你内部的斗争跟内讧呢，看起来蛮严重的。你说他内部，对，伊朗内部。那如果伊朗内部的话，那这个局能够收拾吗？那伊朗如果这个东西它一直在所谓的变幻莫测，或者说一直在这个改变当中，那就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签了。不能签的话，这个中东的这个安全或者这个荷姆斯海峡，它就没有稳定的一天了。应该这样，就是说，可能最后伊朗内部决定说，我们还是暂停一下好了，就先签好了。签完之后呢，遵守到什么程度，遵守多久，我们到时候再说。这还在变化当中，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那个时候，2017年底、18年，美国还跟中国打贸易战，当时我们就讲说，双方最后一定会签一个协定，但中共不会遵守，会签，但中共不会遵守。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家说怎么可能？我说会的了。我说中国从来没有诚意没有诚意要签这个要签的协定，但被逼的没办法就签了。但签完之后一定不会落实。第一，我没有诚意落实；第二，我没有能力落实，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外汇存底来买。现在也是这样子。所以苗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是，在台湾很多人都觉得，我只要跟中国签了一个协议，我就可以永保两岸的和平。然后签了一个和平协议，我们就两岸不会有纷争。可是你要讲，你从俄乌的战争，从这个伊朗的战争，在任何的战争，都是打打谈谈，除非有一方面彻底被消灭，否则这种纠缠、这种协议是随时可以撕破的，撕破是随时可以再谈的，所以一直在处于这种有趣的变化当中。国际政治不就是这样的吗？南北韩你觉得现在停战了吗？没有，它只是停火而已啊。南北韩只是停火而已，还没有停战呢。是停战，你要签个和平协议或签个停战协议，它只是停火。是，所以那时候川普跟金正恩牵手跨过板门店的时候，我们感动都流眼泪，说这还得了？这种事情都会发生。所以那时候商界朋友不是传一句话吗？说这么难约客户你都约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讲？有道理极了。所以你现在问我伊朗情势啊，还是我上次的判断。第一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军事独裁巩固下来了，这最大的可能性。然后次大的可能性，第二大可能性就是军事独裁呢巩固不了，然后呢局面不能稳定，伊朗内部出现分裂跟动乱，甚至出现像内战的情况，这第二种。第三种几率比较小，就是人民起义，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因为
我们过去的确看过有很多渴望变迁、渴望西化的这些，或渴望现代化的伊朗的年轻人。大家不要忘记，1979年以前，伊朗算是相当开放的，女生可以不用戴头巾，可以上学，可以开车，可以干什么？今天不行了，因为回到神权统治了，所以曾经尝过自由滋味的人呢，你要他回头很困难。今天伊朗就是有这么一批人，但伊朗同时有一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中下层的，但是比较接受神权政权，所以这是两支力量在伊朗内部博弈，这就导致伊朗跟美国签的这个协议呢不会很稳定的原因。那另外就是变数在纳坦雅胡。对，你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说这个大国政治啊，就国际政治，大国怕被小国拖下水，小国怕被大国出卖。对。那现在在这个状况就是很明显，美国被以色列拖下水，而且现在看起来纳坦雅胡是完全不会放松，而且他讲的非常的铁，斩钉截铁。绝对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子武器，而且我觉得纳坦雅胡的态度是，即使跟美国翻脸，他都要干到底。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了。你记不记得泽连斯基在2月28号在白宫跟着川普翻脸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要打下去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如果马上就签字要回家，说明就上断头台了。对，你说他会被暗杀，对，他会被暗杀，会被这个揪下来，然后是群众把他拖下台，然后拉到断头台去了。所以对一个当权者来说，尤其他认为说他权力地位不是那么巩固的时候呢，他必须先巩固自己。这不是我们讲头过身材过嘛？对，你头都不过，别的就不要混了嘛。所以先把头稳住。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泽连斯基最后回去会签的了。然后川普想想也会签的了，不就签了吗？签完之后落实到什么程度，落实多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签出会签的。好，那先回到纳坦雅胡，大家现在看说纳坦雅胡把这个川普拖下水了。我刚讲说也不完全是，我们必须看见一点，就是纳坦雅胡的个人利益。大家说他现在怕下台之后，然后就面对司法审判，这当然是他的一个考虑，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考虑。大家不要忘记，纳坦雅胡是摆战出来的，他有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所以一部分呢，纳坦雅胡个人利益，一部分是以色列国家利益，但以色列国家利益有些跟纳坦雅胡个人利益是不完全吻合的，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所以你看见这种差异之后呢，你再看见说是不是那个点在会在什么地方？我先把这个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先分析一下。以色列内部里面一定有人想推翻纳坦雅胡，因为他想当总理，一定有这种人，对不对？可能不止一个。那斯凯尔不就下来了吗？对不对？英国的这个首相不就下台了吗？那上来会更好吗？不一定。好，所以我们先回到纳坦雅胡。所以纳坦雅胡晓得里面很多人想推翻他，然后以色列很多人呢想推翻纳坦雅胡。那推翻理由就是你仗打得不好。那你看伊朗你打输了，打到现在最后那个。人家要赔钱给伊朗，然后要开放，然后他甚至可能要收通信费，然后美国跟你也不一条心了，美国怎么样了？所以呢，以色列里面也有以美论嘛，对不对？完全合理嘛。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现在回来了。那么以色列有没有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客观比较客观的国家利益呢？有，比如说什么呢？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伊朗不能有长程打击能力，不能有非常强大的长程打击能力。伊朗不能支持地方的游击队、区域的游击队，对不对？这点大概是任何以色列领导人。大家都会坚持的，因为那是以色列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对嘛？所以换句话说，纳坦雅胡这一块跟以色列国家利益是吻合的。但纳坦雅胡有一个小算盘，就是我不能下台，然后我不能被抓去审判，我不能干什么，这是他小算盘。那小算盘支持他继续打仗，就真的只是小算盘吗？不是，还有大算盘嘛。所以我们必须看见这点。那好，那现在这样，前面我打了这个哈马斯，然后真主党打我，太好了，我利用这机会把真主党这些肾脏都炸掉了。这样子真主党又出来一批，好，我继续打，然后胡提打我也还手打他，好，伊朗打我太好了，我也还手打他。
那如果我一路都打赢的话，那没有问题，全以色列都支持我，毫无疑问。今天打得不好，这问题就来了。哪一个国家都这样啊？这领导人一路打胜仗，那都没有问题。他一旦打了败仗或吃了鳖的时候呢，或者生活困难的时候，老百姓觉得说你应该打这个仗。普京不也这样的吗？对，普京前几个月声望还只有如日中天，现在大家发现说，哎呦，买汽油要配给的，然后吃饭也这个变贵了，大家觉得普京牛要去打仗，完全忘记几个月前。现在川普也是这个样子，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大家没有这些压力，都有这些压力，纳坦雅胡也有这些压力。好，那大家说啊，纳坦雅胡把这个川普拖下水，他当然把川普拖下水，但是他开头可能真的不是要骗川普，他真的认为，根据我的从摩萨德那边得到判断，只要炸弹丢下去，然后把伊朗这些高层全部炸死，那伊朗内部乱成一锅粥，然后这个温和派起来，然后跟这个革命卫队冲突，所以我们老百姓起义就推翻他们了。这个温和派或煽动这个民众支持他，然后最后把这个革命卫队推翻，那就成功了。哎，当初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本来有人这样想的呀，对，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尤其每个集权国家，在这时候呢，都会面临这种考验。那现在就是有没有成功？纳坦雅胡是算到了，川普战弹是丢了，那批人是炸死了，那最后结果有没有爆发？没有爆发，因为革命卫队的去中心化是。革命卫队势力很强，去中心化，然后他还能稳住政权，老百姓起义没有成功，然后温和派没有办法有效的煽动老百姓，这点没有成功。对，那好，停下来了。那大家就想说，纳雅胡你把我们生活搞得这么苦，你能不能弄成这样子？所以大家想要推下去。好，那现在万一纳坦雅胡下台了，上台那个人会不会比纳坦雅胡更加屠夫？谁也不知道。我不是刚刚讲有一个以色列国家利益在这里吗？不可以拥有核子弹，不可以有长征飞弹，不可以有地方的这反叛政。对，所以换句话说，下面上来的那以色列总理会不会想法跟纳坦雅胡一样，甚至比他更接近呢？你完全不晓得。美国现在打伊朗打到这情况不敢往下打呢，一个考虑就是我没有把握打下去之后伊朗会变什么样。他有这个考虑。对，万一打下去伊朗4分5裂，打内战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哎，有一派控制荷姆斯海峡，我一样麻烦，就变叙利亚化了。我变一样麻烦。叙利亚里面有一支控制了荷姆斯海峡，然后也门那边支控制了曼德海峡，我们一样麻烦。对，现在情况就是如此，所以他宁可说我暂时停下，我来收保护费。所以川普在多种考量下，他等于说他现在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过你刚刚提到，他现在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因为伊朗现在要下台阶，可是对伊朗革命卫队最大的利益就是我可以收荷姆斯海峡的通行费。如果我可以收荷姆斯海峡的通行费的话，那我一年是几千亿美金的这个收入，那还得了？那还得了？那川普说 OK， 那我来收。那美国有可能去收这个保护费吗？我这样讲，美国说你敢不交吗？谁不交啊？所以川普真的可能搞到最后说，谁不交啊？川普说你交了，我就让你传过去，你就过去了嘛。然后没有人敢用飞弹打你，为什么？因为我压住他，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相信川普，你比较相信川普啊。所以你觉得川普不是开玩笑的？不完全看，川普真的有可能去收这个荷姆斯海峡通行费。川普要拿加拿大也不是开玩笑的，川普要拿格陵兰也不是开玩笑的，川普拿巴拿马运河那港口也没有开玩笑，他有人拿到了。对，然后拿加拿大那个谁啊，他上一任总理叫什么名字？加拿大杜鲁道回来说他是真的啊，他是认真，他不是开玩笑的。杜鲁道吓坏了，他满脸惊恐这样讲。川普真的，川普讲说你加拿大是守不住的，万一中共从那边过来，那我完蛋了。所以他还真不是开玩笑，只是，所以我就说，如果是雷根就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防守，这样对你比较好，对我也比较好。讲说哎，这样很好，同样的做法不是同样的目标，但是讲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就效果不同。所以我常讲，我说他如果讲话像雷根，做事像雷根，很多事情都做成了。对，偏偏他讲话像川普，做事像川普，很多事情都做不成。那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今天，哎，你要说这个，我们要看到什么东西的话，就是怎么样子摸到川普的脾气，然后能够说服他，然后让他来，不要说帮我们做事，
配合我们做事呢？对，这个不是不可能，完全可能。中共现在在想这个事儿啊，对不对？中共要骗川普说啊，这个你拿诺贝尔和平奖，你把台湾海峡搞定了，真的，我提名你的。中共真的是配合他的叙事啊，顺着他的毛目。是，问题是我们讲的还不够好，中共讲的一定比较好。对，那这问题是川普不相信中共，那现在就是他比较相信我们，所以看我们怎么去讲。对，好，我们现在回到伊朗啊，美国真的没想到这个家伙海军没了，对，空军没了，但剩下无人机跟飞弹控制了荷姆兹海峡，他们居然还可以跟我陪我玩到现在。没办法，我只要暂停一下。所以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对伊朗的问题呢，是我按一个暂停键。好，那我们先签下来，先稳住了。那你革命卫队不打飞弹了，然后油轮都可以出来了，油价平稳了，这样至少我11月的选举呢，我至少有个利多可以去选。对，那如果不行的话，那我真的翻脸，我就进来收保护费。因为这样的话，起码我还可以选举，对不对？你觉得收保护费对他？我川普派了军队军舰过来，然后守住了荷姆兹海峡，压制了这个革命卫队飞弹，然后我还收了保护费。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选举？所以在川普的做法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是啊，那他只是比较不好看而已。但问题是，你如果说不好看，纳坦雅胡好看吗？不好看。伊朗好看吗？都不好看。金正恩好看吗？习近平好看吗？都不好看。就是我们好看一点点，这是我不赞成的地方，所以我常讲说，有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坏孩子，就这意思。所以你从这里面学到一个是，在这个国际政治上，或许坏孩子才可以有一点糖吃。应该这样说，你也不能永远做坏孩子，因为这样会被人家围殴；你也不能永远做好孩子，因为大家会欺负你。对，你比如说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我才讲我说李总统比较厉害。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对，本来就应该如此。你说特别是台湾这样的小国，而且台湾这样的一个处境，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对，我们过去跟中国大陆关系好过一段时间，对，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你必须看见中共的转变，必须看见国际局势转变。如果我们作为台湾这么一个小型国家，你看不见国际局势转变，你不跟着转弯的话，你最快翻车的了。所以你说台湾太习惯当好孩子，对，我太习惯顺从国际秩序，对，我太不习惯去破坏国际秩序，对。所以那时候南海争端的时候，我不是讲过吗？我说你要趁南海谈判可以啊。大家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派军舰下去，对没有人地方开炮，哇，打个几天。大家就找你来开会了甚至你对一些什么小岛开个2炮，对你打了菲律宾人了或什么的呢，没无所谓，你去开会就好了。你目的要去开会嘛，那站一定去开会。后来哇，你说不行啊，我们这样会得罪什么？我说就是要得罪旁边国家，不得罪人家旁边国家，谁会找你开会啊？对，大家想说台湾很安静很乖了，无所谓了，不就这样的吗？今天台湾很多自己找的啦。就太不敢得罪人，太不敢得罪人，所以我常讲说，当然讲的话，我当老师不应该讲的话，所以我常觉得说模范生不好，坏孩子有时候有他的好处，对不对？或者说秩序破坏者，或者说什么区域秩序破坏，或者说麻烦制造者，有时候有他好处。是，因为我看孙片之前也想当麻烦制造者，不过他有一点麻烦，他被围殴。不过另外，我觉得他的时机不太对。他当时在小布希，而且小布希那时候有求于中国。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会去注意到说，中国在这个上面有没有渔翁之利，也就是说。他现在跟伊朗的关系会更密切吗？他现在在这个局势，比如如果说大家觉得，你美国在中东在这个情势上面你也不能搞定，你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个区域里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呢？那当然会，但是不会大到超过美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一层层讲下去就知道了。你说现在到这情况下，会不会有些国家说，我跟中国来往一下？会。因为这些国家本来跟中国就有相当经贸利益，中国不是推“一带一路”吗？然后那时候为了石油的关系，跟这些国家关系搞得都非常好。因为中国有个特色他在办外交的时候呢，他真的比较讲究实际利益。美国办外交呢，还带一点这个理想主义的色彩。你要搞人权你要搞民主搞投票，搞什么的，中国不管的。你们这个你胡作非为，我都不管你。你只要配合我的利益就行了，对，这点是无所谓的。那我们有时候讲说我钱帮助他，但他里面独裁，那还能帮吗？台湾你不是这样想吗？
但中共不这样想，中共想说只要对我的国家利益有帮助的话，我就帮他，我管你独裁杀人干什么我都不管，你吃人肉我都不理你，对，但你只要对我好，那我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是美国跟中共这个办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共对于中东地区它有几个优势啊，第一就是它跟这个很多国家呢，尤其跟波湾这6国呢，它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那其他你说像埃及这些也是一样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国家卖油给他，然后跟他买一些这个中低阶的这产品，然后甚至买一些武器，当然买的不多。当然现在打出来之后发现效果不太好，除了巴基斯坦那一战打得好像好一点点之外，其他不怎么样。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家就跟他有贸易往来，这点毫无疑问。第二就是他对这个国家呢进行很多投资，因为很多是些基础建设投资。哦，对，基建投资，我帮你什么盖运河啦、盖高铁啦、盖铁路啦，或修机场啦。第一呢，这不是3天2头做成的。第二就是我给你贷款，人民币贷款。那你别的地方也不能用，你只能买我东西，你只能买我东西，所以我又促销了货品，然后又给了你贷款，你当然也高兴，因为你也拿到一些贷款了。比如说你自己不用出全部的钱，你只要出70%钱就可以了，你有3成贷款买东西，你虽然买我东西，你至少拿到货了呀，对不对？所以你至少有东西在手上，那这些国家愿意这样做。所以第一呢，中共跟这些地区国家呢有经贸往来，有经贸利益，那这点毫无疑问。第二呢，我又是很大的石油买家，你们是要卖石油啊，你们的石油，我中共大概40%到45%的石油是靠中东地区嘛，另外是什么啦，印尼啦，或者说什么这个委内瑞拉什么的呢，还比如俄罗斯啦这些国家，但是中东必须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跟中东国家呢这个买石油。那中东国家要卖石油也没什么太多地方可以卖，那你中国是大买家，那我就卖给你。所以这个部分呢，没办法，你没办法取代。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刚刚讲说，一带一路我推进来了，然后我卖便宜东西给你，这些日用品呢，什么棉花啦、衣服啦、鞋子啦、铅笔啊什么等等，你别的地方买得到，但我中国量大又便宜，我便宜，然后就进来了。但是大家现在慢慢发现有个问题，是便宜，但你在倾销，对，你倾销，你把我本地的这个工商业打垮了，所以大家现在开始盘算说到底行不行？所以现在大家还在挣扎，但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还可以。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刚讲说，他跟你做生意啊，或给你什么军事援助、军事合作，他不介入你内政。你在里面杀人辱骂什么我都不管你啊，反正你也不搞民主，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民主啊，所以你乱搞无所谓，反正我跟你合作就行。最后一点就是，我是个调停者，我没有军事干预。美国有军事干预，美国有，所以中共在调停中就同时一定骂美国的，一定骂美国，因为这样就是有个对比之后才凸显说，你看我多好，对，你看他多么糟糕，他逼你看，他逼你吃民主啊，逼你买军火啊，逼你干什么，我都没有啊，我就跟你合作，要卖东西给你买东西，咱们俩这个礼尚往来多好。所以调停者的姿态对他来说呢是有利的，对，但是有局限性，因为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呢，美国可以派军舰、派飞机大炮来解决问题，我不行，他没办法，我没有啊。我有敦睦舰队可以过来，就这样子了。然后我有这个什么，叫做什么这个国际和平卫队，我可以派这个维和部队过来，然后我派蓝盔部队过来。什么叫蓝盔部队呢？戴着联合国的蓝色头盔，夹在交战双方当中，双方打仗会先打到我，这叫维和部队。啊，他做这件事情，那做这个事情至少。坦白说，不是一般国家能做的，你必须是区域大国或是国际大国才配做维和部队。所以你干到维和部队，至少就是说，我国际地位提升，这第一点。但是维和部队最后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压制双方，没有能力压制双方的维和部队最后要撤退的。你必须派更强大力量进来。对，所以最后呢，比如说以色列跟哈马斯打到最后，那美国要介入。以色列跟周边打，美国要介入，或者说这个俄国跟乌克兰，美国要介入，红海爆发危机，美国要介入，这些事情呢，中共能够偷偷做，
能够偷偷帮忙，他能不能真的大刀阔斧把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还做不到。所以这是他的局限性。那么你说他调停了，他当然调停了，但是我可以拉你们上谈判桌，我没办法逼出一个和平协议出来，然后逼不出和平协议出来，那我就认了。美国逼不出和平协议出来，那我自己来干，我来收保护费，我脸一抹，我当坏人，你拿他没办法。所以中东国家现在，所以你刚问说，中共在中东地区发言权会不会提升？会，但是有没有提升到超过美国地步？当然没有，因为他没有实质影响力。他没有这实质影响力。还有一点就是，中东国家很多啊，大家忘记信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反共的，伊斯兰教是反共的，中共是灭教的。而伊斯兰教非常清楚，所以伊斯兰这些国家跟中国建交都比较晚，因为他们晓得这点是有矛盾的。对对对。最后大家说，就好吧，我们不要看这个东西，我们有实质利益，那就来往吧。所以伊斯兰不管他怎么样，说到最后他一定反共，是中共心里也有数。那么这点有基本矛盾，有基本矛盾，因为所以那时候其实台湾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非常好。台湾跟约旦跟很多国家关系非常好啊，这些国家跟台湾断交时候都依依不舍啊，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没办法，逼于形势啊，因为美国倒过去的时候，我们只好慢慢过来。所以中东国家现在他们的政策大概跟南韩非常像，安美金中，安美金中，安全靠美国，经济呢跟中共，大概是这样。但如果说中共的经济角色慢慢后退的时候呢，那么中共在地区的发言权影响力呢会大幅下滑。好，那另外就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刚才提到怎么顺着川普的毛摸，非常的麻烦。那这也就是变成他个人的风格。我们常常讲，在国际社会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那现在还要去专门去伺候这个川普的这个感情或者他的这个情绪，所以就变成非常捉摸不定。在这样的捉摸不定的状况下，你等于说今天就让台湾很多人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美国这样这个状况，它还可靠吗？我还可以这么非常毫无保留的相信美国吗？这个问题只是问题的一半呢。问题另外一半就是你要不要去摸习近平的毛呢？是不是？没有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两边毛都要摸，问题是两边的毛摸法不太一样啊。然后两边对我们的所求也不太一样。然后两边对我们的依赖也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为什么一讲我说台湾人要懂大国政治就在这里，我们不能只看大陆，这个习近平手很软，我握完手就很高兴了，像云朵一样。对，那万一川普手也像云朵，你怎么办？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看中国人看相讲说大富大贵人手都很软呢，对，我们不都这样说吗？那你觉得川普手不这样吗？我猜川普手一定更大一点吧。好，那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得看懂自己，看懂国际之后看懂自己。台湾什么？台湾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筹码。你说台湾是不是筹码？是筹码。台湾可不可以交换？或许可以交换，或许可以交易，但问题是代价多高？希拉蕊时代不是那些苏鲁文就跟他讲说，这个有人说我们可以这个抛弃台湾，然后换这个贸易平衡什么国债。这个希拉蕊说，这可能是一个想法，我们来想想看。是，它是一个筹码，问题是值不值得？你要换什么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骂卡特笨？你没换东西回来，你换了很大东西回来，你说换了半个中国回来，那值得。但你没换到东西回来，那就不值得了。台湾也是一样，今天台湾是一个筹码，现在川普看懂了，其实很多人都看懂了，台湾非常值钱。问题是什么？台湾人没看懂，有些台湾人没看懂台湾对美国有多值钱。我们想把话讲白，川普要 MAGA， 没有台湾他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因为他的 AI 就没有了。对啊，川普要对抗中共，没有台湾做得到吗？他没有他的生产力，对不对？对。所以川普现在对抗中国也好，要 MAGA 也好，他都要台湾。所以现阶段台湾跟美国有平行利益。讲到再具体点，台湾跟川普个人野心有平行利益，我们要好好用这平行利益。这第一个。第二，台湾是个关键棋子，当然是。你说台湾不要做棋子，那是骨气，那是骨气。但你得认清现实。认清现实价再有骨气，那非常好。你认不清楚现实又没有骨气，那就非常不好。对，对不对？你握了一个手觉得像云朵，握了另外手也像云朵，你怎么办？
对不对？那时候你没握到，你不知道。但你会握，你去握握看，握到那个手的那个感觉怎么样？说不定像云朵，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自己讲，我说你不能够说，看你一边觉得没事了，更何况就是如果一个像云朵手想吃掉你，一个像云朵手想帮助你，那你怎么选？你怎么选？看懂国际政治，然后看懂自己的位置，然后恰当摆放自己，这个才是最高明的策略。那你说川普会出卖？可能啊，有可能，我不能说完全不会，因为万一价钱够高的话，他真的可能出卖了。但是问题是，高到什么地步才会让他愿意放弃台湾嘛？对，你得算这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万一真的川普放弃台湾的话，那国会会放弃台湾吗？美国国会放弃吗？可能不会，因为卡特的放弃台湾的时候，美国国会搞一个台湾关系法出来。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地位优于国际条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它位阶是比较高的。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讲说，要给台湾提供足够的武器，然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要维护足够力量嚇阻侵略，这都是台湾关系法讲的2个重点，现在还是一样。所以翻成白话，美国今天输了台湾，第一全盘皆输。如果川普输了台湾，他在国内呢可能要受到弹劾，这是他面临很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提醒他们，你不要犯错，你不要犯错。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干什么呢？拖大国下水，拖大国下水。我一直在讲说，台湾人不能老当模范生，我们必须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国际政治本来就是很残酷的事情，本来就很现实。是，一直当模范生会被大家欺负，会被大家看不起；一直当坏人会被大家围殴。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时黑时白，时黑时白，才是最大的自保之处。那梅老师，你在我们节目一直在强调，我们台湾小国一定要看懂国际秩序。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玩在于，你从俄乌战争，你再从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战争，我们就觉得感觉到，第一个，你在俄乌战争里面你要学到一个是，你要自保，你一定要有强大的武器。如果今天乌克兰没有发展出它这个强大的无人机系统，它早就被这个俄罗斯生吞活扒了。你要美国不可靠，欧洲不可靠，所有都不可靠。它最后，它现在唯一可靠的是它自己的无人机系统，因为它这套无人系统还可以外销到国外去。再看伊朗，伊朗也是一样，它不断去创造筹码。它为什么要当坏小孩？我就是在坏小孩的过程里面，我就是让你美国不舒服，我让你美国难过，我就卡你美国的脖子。我卡你美国脖子里面，虽然不对称，我就有谈判筹码，我就有谈判筹码了，我就活下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学到我们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创造谈判筹码，谈判筹码是你要让对方不舒服，然后我要有能力让对方不舒服，这个就是你在节目中不断的告诉我们的事情。对啊，大家常常觉得说这个，我得先说明一下哈，这个。我下了荧幕之后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非常 nice 一个人。但上了节目或者说教学生的时候呢，必须讲得非常血淋淋，非常现实，因为这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所以我在台大上课的时候，上国际政治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堂课讲说，国际社会是一个丛林般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生吞活剥的社会。大家要认识这个本质之后呢，才晓得说我们怎么活下来。必须是这样，对不对？关键时候谁来帮你？所以不是什么按照国际规则、遵循国际的范例，然后我们好好的做一个乖宝宝，不是这样。于我有利的时候，我遵循国际惯例；于我无利的时候，我不遵循国际惯例，不就这样子吗？所以，但你刚刚说很有道理了。台湾现在呢，第二借鉴俄乌战争，第二借鉴这个中东战争。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内部必须团结。这个现在你看到乌克兰里面有些人本来不团结的，有些乌东地区讲俄语的或者俄国裔的这些人，他们不想打这场仗，甚至想这个破坏乌克兰，想投降什么等等。那台湾当然也有这些人，所以这个我们得注意。但是以色列里面呢，对于阿拉伯人是没有妥协的，以色列人大概只是对纳坦雅胡不妥协或者由以色列人对纳坦雅胡不妥协。但他对这个伊朗呢，他是不会妥协的。好，那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内部要团结。第二就是不管哪一个党派，不管内部斗争成什么样，你得看清楚国际的走势，国际趋势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优劣利弊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哪里？这点大家必须看懂。第三呢，就是刚刚你说的人助自助者。乌克兰今天大家愿意帮忙，为什么？他愿意挺身保卫自己。
因为乌克兰如果不保卫自己的话，那波兰就非常危险。对，波兰危险了，罗马尼亚危险。当波兰、罗马尼亚危险的时候，那欧洲就危险了嘛？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乌克兰就站起来之后，欧洲为愿意帮他，他蛮有决心的。他不但保卫自己，他也等于保卫了我们。他等于就是矿坑里的金丝雀，或者说我们的第一线，他挡住了就挡住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帮他挡。台湾也是一样。大家现在设想一下，台湾如果没有挡住的话，会怎么样？第一岛链，中共出第一岛链。中共不但出第一岛链，中共说明称霸亚洲。中共称霸亚洲之后，各国会倒过去，美国必须离开亚洲。当美国离开亚洲的时候，美元可能崩溃。美元崩溃之后会怎么样？他的债务就要全部重来，爆掉了嘛？爆掉了，美国就爆掉了嘛，对不对？哪一个美国政府，哪一个美国总统都爆掉了。所以美国会看到这一点，这点应该慢慢推，大家也都看懂了。所以我们这个天助自助，人助自助者，我们必须自强。那自强最简单就是我们要备战，备战才能求和平。这我们讲了很多次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所以落实到最后就是我们国会里面、立法院里面要必须推军购案，那4700亿必须回来。你不管有什么办法，你必须回来。对，我们必须打造自己的军工系统，而不是单是靠外购。大家都说外购不可靠，那既然外购不可靠，为什么自己做你都不给？对，这才不合理嘛。那另外一点就是对中国采取攻势作为。你说我对他和平，他对我和平了，没有这种事。你对他采取攻势和平，说不定你对他采取攻势作为，说不定他对你才比较和平一点点。所以我这样讲，我说也不是要做坏小孩，而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这样子对台湾来说呢，才是争取最大国家利益的机会跟可能性。而且你这样强调，就是时好时坏的最后的根本就是台湾有没有实力做时好时坏。对，那实际上就从乌克兰来讲的话，这个就讲说，我的和平不是一个备忘录，也不是一纸合约。所以你刚才强调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通过军备？台湾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无人机的系统？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郑丽文这些人他们要去阻挡台湾的军备？你才会觉得说，那个根本就是在危害台湾的这个利益。所以乌克兰还给我们另外教训，他不原来不是有明斯克协议吗？对，对不对？没有。明斯克保住他吗？没有保他。当年9国公约保住了中华民国吗？也没有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自己不保住自己的话，别人不会来帮忙。中华民国站起来抗战的时候，大家就来帮忙了嘛。不就这样？那今天也是一样。台湾如果不帮自己的话，谁会来帮你？不会的。所以不是谁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个世界变局的问题。当你有能力应付的时候，大家就会来帮你。就这个，简单说了，大家都晓得台湾现在非常重要，台湾跟所有国家有平行利益，甚至有共同利益。我们若出问题的话，不要说出美国出问题，日本、南韩、欧洲各国都出问题，世界主流国家都出问题，然后让中共得势，大家都看懂了。所以台湾还有人看不懂，我还真不明白。好，那我想世界是一盘棋，是。就明老师一开始讲，我都没有想到说原来川普其实想要离开中东，不只是因为他内部的通膨问题，不是他的其中选举问题，而是这个战争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全球布局？是会不会影响到他去应付全球这个所谓的战略上面，他能不能继续的游刃有余？台湾居然是深陷其中，所以就从明老师这边讲的，你要看懂世界的趋势，但看懂世界的趋势里面，我们也从中得到很多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你必须要够强大，你必须要有反击的能力，你必须要让你的对手不舒服。你越能够让你的对手不舒服，让你的对手忌惮，你才有安全的可能。对，非常谢谢明老师今天帮我们上的课，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
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正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